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irley。这一期视频呢，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房间布置。我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一个人生活了4年多了，从一开始的家徒四壁，到现在慢慢用各种物品填满它。虽然现在很多家具呢，当时都是买的最便宜的款式，家电大部分也是朋友搬家时转让给我的，但是只要用心的布置，一样也可以把它装饰得很温馨、很舒适。希望这一期的分享也可以给你的房间装饰带来一些灵感。先从玄关开始，门口的右手边呢，我设置了一个可以挂钥匙和环保袋的地方。左手边是一个衣柜，因为收纳空间有限，我用来放过季的鞋子。当季的鞋子呢，我放在门口这个鞋架子上。鞋柜旁边我放了一个镜子，可以用来出门整理仪表使用。从玄关进入房间之后，就是上镜率最高的厨房了。墙上挂了一些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厨具和调料。最上面这个柜子，第一层放了烘焙工具，第二层放了一些使用频率不是很高的调味料。下面左边的柜子用来放餐具和杯具，是不是很好奇里面放了什么呢？下次分享给你们看。右边的柜子放满了各种可以常温保存的食材。因为原本厨房的收纳空间非常有限，所以灶台旁边的缝隙里我放置了一个木架。最上面一层呢是沥水架，因为餐具越来越多，柜子里快放不下了，所以平时呢我也当做餐具架来使用。厨房的另外一侧是我今年新布置的区域，白板上呢可以贴一些卡片、优惠券，写一些菜谱和计划。日历也是可以图画的那一种，可以写写计划之类的。这个木质小餐台呢是我今年在宜家购买的，价格虽然有一些小贵，但是收纳能力真的非常的棒。抽屉里面呢我会用来放一些保鲜膜啦、油纸之类的厨房杂物，也会放一些散装的小茶包啦、滴漏咖啡、吸管等等。第一层的这个木边框里，我用来收纳一些茶叶、咖啡粉、饮品。旁边呢，用于收纳一些可以常温保存的蔬菜和洗菜的工具。下面一层呢，放锅具。这个里面呢，放了一些保鲜盒。最下面的空间里，我还藏了一个小电锅和卡斯炉。餐台后方呢，还放了一些小电器。吐司机附近放了一些小果酱、砂糖、蜂蜜、巧克力酱、枫糖等等。厨房区域差不多就这么大，但是一个人住感觉也差不多够用了。平时做菜操作也挺方便的，特别是这个小餐台像一个吧台一样。平时呢，我很喜欢在上面做一些饮品。经过厨房进入房间内部，左手边就是用餐区，桌子和凳子也都是今年新买的。桌子下面还藏了一个纸巾盒。用餐区的右边呢是一个步入式的衣柜，大家是不是都很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步入式衣柜呢？当时我决定租下这个房子，这个衣柜也占了非常大的因素。4年之间呢，我买了很多的衣服，里面多加了一个衣架，也可以完全装得下，收纳能力真的是太优秀了。走出衣柜之后，我设置了一个梳妆区，放了一个镜子，可以搭配衣服的时候使用。这个区域呢，也是夏季限定的梳妆区，因为夏天洗完澡在浴室里吹头发真的是太热了，所以呢，我暂时就把梳妆区域都搬到了这里。镜子旁边呢挂着电吹风，
一边吹着电扇吹头发也不会那么热了。卷发棒呢，也可以完美的收纳到镜子后面。镜子旁边放置了一个书架，最上面呢，我放了一些精油。第二层除了一些书之外，还藏了一个耳饰收纳盒。放一些绿植可以减少杂乱感。房间靠窗的最左侧就是学习区。书桌因为不是特别好看，所以我都用一个白色的桌布盖在上面。伊木斯椅是很经典的、很有设计感的椅子，因为在日本家具一般都很贵，但伊木斯椅子使用到的木材不是很多，所以在兼备了设计感的同时，价格也很美丽。接着就是房间里的休息区域。这个吊灯很好看吧？4年前买它的时候是除了床和沙发最贵的东西了。到了晚上还会在墙上印出非常可爱的影子。沙发当时是买的 Nito 里最便宜的款式，所以手感硬硬的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呢，正好也可以防止瘫在沙发里面。这个桌子之前是我的餐桌，因为今年买了大餐桌，所以现在就放在沙发旁边使用。沙发的后面也是一个很好藏东西的收纳空间。所有的床品都是在宜家购买。床下面的空间也全部都摆满了收纳盒。以上就是我目前房间的布置。从这一期开始呢，我准备开始更新家居分享系列。下一期的内容想要看餐具分享的刷1，想要看收纳整理术的刷2，告诉我吧。如果有其他想看的内容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谢谢你的观看，记得30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